特种部队是指经过高强度军事训练的精锐军事作战单位，主要负责执行特种作战、高难度侦察、解救人质以及渗透作战等非常规军事行动。从上世纪初，英国建立了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特种部队，也就是 SAS 以来，世界各地也相继建立了各自的特种部队。但是这些所谓的特种部队往往水平参差不齐，某些非洲国家甚至都有自己的特种部队。那么在全球众多特种部队中，究竟哪些实力最为出众呢？大家好，我是大胖兵，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世界10大特种部队，排名不分先后。提起特种部队，就绝对绕不开 SAS， 因为他们是全球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特种部队。SAS 成立于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前身被称之为哥曼德。SAS 后来经历了2战中所有沙漠战役，以及登陆意大利和登陆法国。这支部队时至今日依然被视为全世界最强的特种部队之一，其任务完成率全世界第一。美国海豹突击队臭名昭著的地狱周训练，其实就源自于 SAS 部队。但是 SAS 的地狱时长只会更长。世界上很多特种部队都是 SAS 训练出来的，比如港警的飞虎队。理论上来说， SAS 接受任何英国公民的报名，但是由于该部残酷至极的筛选过程，所以实际上能够入选的也只有军人。其中最可怕的就是为期10天的单任越野行军。最严格时，志愿者必须背着250千克的背包，在20小时内行军64千米。单这一项足筛选掉90%的志愿者。整个训练流程则会持续2年的时间，期间任何一个项目都有可能导致淘汰。如此严格的筛选，其实就已经保证了 SAS 的战斗力。SAS 属于英国陆军，而英国海军也有自己的特种部队，那便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第3突击旅，或者说第3特勤旅。因为该部最初的缩写也是 SS， 这一点和纳粹党卫军一致，因此后更名为第3特勤旅。第3特勤旅的筛选训练和 SAS 比较类似，只不过他们只会从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中寻找新队员。在2周的筛选训练后，将会是为期1年的正式训练。目前该部编有5500人。第3特勤旅最早成立的40营，早在1942年2月就已经建立，当时其被称之为 A 突击营。在同年8月袭击法国蒂厄普军港时，损失过半，被迫进行了1年的休整。休整后更名为第40突击营。随后该部被派往意大利西西里、亚得里亚海和巴勒斯坦等地执行任务。1944年他们也参加了诺曼底登陆。2战结束后，该部长期驻守北爱尔兰地区。第3特勤旅在北爱尔兰执行的任务被称之为绥靖任务，简单说就是拦截检查、设立检查哨站、逐屋搜索等任务类目。绥靖任务的主要行动地点在武装分子较多的亚马尔和贝尔法斯特市区，队员们经常需要面对森林作战和巷战，简单来说，他们就是治安战专家。在美国东部的北卡罗来纳州有一座神秘的陆军基地，其名为布雷登堡军事基地，这里就是三角洲的总部。三角洲是美国军队中最神秘的特种部队，事实上美国官方时至今日依然没有承认其存在。虽然所有人都知道三角洲部队不是罗斯威尔的外星人，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三角洲部队于1978年成立，他们是五角大楼模仿 SAS 而建立的，并且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时的欧洲正深陷恐怖主义泥潭，爱尔兰共和军、巴解武装组织、西班牙的分离主义者乃至日本赤军，他们都在威胁着西方岌岌可危的秩序。而美国的情况要稍微好一些，美国本土直接遭受恐怖主义侵害，但是1973年黑9月组织了袭击美国驻苏丹大使馆。起初美国认为苏丹军警有能力处理问题，结果直到大使死在武装分子枪下，苏丹政府也未做出有力应对。之后针对海外美国人的袭击越来越多，于是卡特政府上台后便着手建立了一支专门用于反恐的特种部队，这便是三角洲部队。三角洲的很多初代成员都参加过越南战争，越南战争的主旋律其实也是治安战，治安战和反恐战争又高度类同，所以他们确实非常适合参加三角洲。三角洲的建立者贝克维斯上校的信条是：记住，枪一响就会有人丧命，谁先开枪，谁就有活命的希望。这是我们的信条，所以所有三角洲都必须经过残酷的训练。
在体能上，他们必须在25秒内后退爬行35米，每分钟仰卧起坐37次，每分钟俯卧撑33个，24秒内通过任何可能的障碍物，16分钟内完成2公里跑，全副武装球度100米。在完成以上所有项目后，他们必须继续进行18公里急行军。在2小时休息后，必须在24小时内，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仅靠一个罗盘和一张地图，在荒无人烟的地区完成独自行军74公里的测试。除此之外，例如救护、爆破、攀岩、开箱等特殊技能就不说了，反正至少得掌握一项，包括坦克和飞机等交通工具也必须全部都会。他们是真正的精英。三角洲目前最漂亮的战绩应该就是斩首巴格达迪了。GROM 波兰机动反应队，这支部队是一支年轻的特种部队，他们成立于1991年，也是苏联解体的同一年。而这支部队和红色波兰的众多秘密部队不同，他们并非针对抗议者，也不是针对西方，而是针对东方。该部队的保密级别很高，目前只能知道约有270人，最小的作战单位为4人。GROM 的筛选同样极为严格，大约只有50%的志愿者能够入选。他们的选拔也不是面向全社会，甚至不面向军队，他们只招募来自波兰陆军第1特种作战团以及海军作战潜水部队的成员。也就是说，这2支波兰最精锐的特种部队中，仅有5%的成员有资格加入 GROM。因为部队中很多人来自潜水特种部队，所以他们非常擅长海上作战以及水面下作战。GROM 并非没有实战经验，他们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表现得相当惊艳。早在美军登陆伊拉克之前， GROM 就已经乘坐快艇进入伊拉克，他们是最早进入伊拉克的部队，也是他们打响了这场战争的第一枪。当时萨达姆正准备炸毁乌姆盖斯尔的油田， GROM 的任务就是阻止这一切。当他们潜入油田时，油井上已经被绑上了炸药。GROM 在3分钟内消灭了油田全部40余名守军，随后迅速拆除了油井上的炸药。毫无疑问，乌姆盖斯尔行动之后，没有人敢说 GROM 不是真正的特种部队。因为 SAS 的存在，英联邦的几乎所有自治领都建立了类似 SAS 的特种部队，而其中最为出色的模仿者无疑是澳大利亚特种空勤团及 SASR， 其前身为太平洋战争中澳大利亚军队组织的渗透日军后方的突击队小组。1951年，澳大利亚才成立了第1支特种部队——皇家澳大利亚特勤团 RAR。上世纪50、60年代，英国和马共在马来亚半岛爆发了战争，而在持续10余年的镇压行动中 ，SAS 也有参与。RAR 没有放过这一实战机会，也配合 SAS 在马来亚作战。马来西亚独立后 ，RAR 撤回澳大利亚，随后澳军在 RAR 的基础上模仿 SAS 建立了 SASR。该部在刚刚成立后就参加了越战。因为其前身早在2战期间玩的就是丛林作战，在马来亚打的还是丛林治安战，所以在越南如鱼得水。美军将其称之为丛林之鬼。越战10年 ，SASR 仅牺牲1人，但是死在他们手中的越共那就不计其数了。慕尼黑奥运会惨案之后，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认为，苏联作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境内同样有着大量穆斯林，他们的信仰同样被压制，苏联也确实是恐怖主义受害者之一，所以安德罗波夫特别命令成立了 A 小组，该部也是阿尔法的前身。只不过改名时就已经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了。阿尔法有多强，不需要多说，他们的初代成员大多来自克格勃，与其说他们像军队，倒不如说更像是特务部门的精锐外勤。阿尔法擅长秘密作战，他们个个都是爆破手、狙击手、通讯专家，在城市环境下，他们的能力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挥。1979年 ，A 小组参与了夺取阿明宫的战斗，也是他们杀了阿明全家。1981年 ，A 小组完美地解救了萨拉普尔市的25名人质，在制服而非杀死绑匪的情况下，人质无一伤亡。1983年的格鲁吉亚第比利斯，他们又成功解救了一架图134上被挟持的所有人质。1986年第比利斯人质事件也是 A 小组解决的。2002年10月的莫斯科人质事件又是阿尔法处理的。自从成立以来，他们还尚未品尝过失败的味道。以色列野小子特种部队，绰号沙漠野小子，这个词汇在希伯来语中意味着彪悍、强壮以及敢于冒险。该部1975年成立，也是模仿 SAS，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野小子非常类似于黑帮家族，一旦加入就终身无法退出。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就是这支部队出身。在慕尼黑奥运会惨案发生后，野小子们负责执行了青春之拳行动，他们针对黑9月的领导人以及惨案的策划者们展开了全面暗杀，相关的故事至今仍然广为流传。乌干达恩培德机场营救行动也是野小子们完成的，他们用自己的战绩诠释了什么叫做虽远必诛。加拿大第2联合特勤队GTFR 和 SASR 不同，他们专注于应对加拿大本土可能遭遇的袭击，而且 GTFR 认为未来加拿大可能遭遇的本土袭击并非传统的恐怖袭击，更有可能涉及核武器以及生化袭击这些非传统安全威胁。他们是加拿大唯一的特种部队，但是 GTFR 与其说是军队，不如说更像是警察。他们的前身其实就是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反恐部门。原本的加拿大特种部队空中机动团在1995年解散后，部分人员也加入了 GTFR。该部的一切都是最高机密，他们一度被称之为加拿大的秘密士兵。讽刺的是，2002年他们却被拍到在阿富汗押解3名基地组织成员，这在加拿大引发了轩然大波。因为一直以来大家都以为 GTFR 专注于本土事务，可是 GTFR 事实上却在进行海外行动。不仅如此，加拿大甚至对海外行动并不知情。其实 GTFR 会去阿富汗并不难理解，这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以往我们叫得上名字的特种部队大多都是已经成立了20-30年的队伍。波兰的 Grim 同样年轻，但是却在实战中证明了自己。所以说战场就是最好的训练场，而 GTFR 距离顶级特种部队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西方的特种部队要么来自于作战部门，要么来自于情报部门，要么来自于警察部队。但是法国的特种部队比较特殊，他们是由宪兵所组成的。法国国家宪兵干预队 GIGN 便是法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而这支部队也是在慕尼黑奥运会惨案之后由法国宪兵部队所建立的。目前为止 GIGN 参与的行动基本都成功了，他们也证明了自己是世界上最有战斗力的反恐部队。1973年法国克莱尔沃监狱暴动，1976年吉普提校车事件，1981年爱尔兰劫机事件，以及1994年阿尔及尔劫机事件， GIGN 处理的都很完美，人质无一死亡，只有受伤，活干的稍微有点糙，但是胜在有用高效。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行动是1979年麦加大清真寺事件，当时武装分子控制了麦加大清真寺，沙特国王出动军队试图夺取，但是却没能攻下，最终沙特国王只能请求法军出兵， GIGN 就这样来到了麦加。 GIGN 对清真寺内的敌人轮番使用催泪弹、眩晕弹、震撼弹以及神经毒剂，最后武装分子被搞得欲仙欲死， GIGN 直接冲入，敌人被全歼，大清真寺完好无损。在特种部队这个话题上，海豹6队永远都是无冕之王，我甚至都不太想聊他们了，因为已经说过太多次了。海豹突击队成立于1962年，前身是美国海军水下爆破队，到1988年已经扩大到2个战斗群，共有7个中队，人数大约1600人，其中海豹6队则是最精锐的力量。如今海豹突击队已经成为美国进行局部战争、应对突发事件的杀手锏，他们尤其擅长执行夜间任务，普通成员的势力也不亚于战斗机飞行员。想要进入海豹6队，需要经历全世界最严格的筛选，有些时候训练甚至都要使用实弹。海豹6队的全部成员都来自海豹突击队，但是 70% 的海豹都没有加入6队的资格，他们的战绩太多，以至于根本不知道该从何讲起。不过迄今为止，斩首本拉登应该还是他们最大的荣誉。纵观这些特种部队，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其实都是为了反恐而建立的。恐怖主义也是今天威胁普通人最多的毒瘤。这些特种部队实际上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将这个世界的黑暗面和普通人相隔绝，他们每一个都是真正的英雄。好了，故事就到这儿了，我是大胖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